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，完为了热闹嘛，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。就这厨房，米其林来也迷糊，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，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，炒啥都沾着不锈钢壁粘锅，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。这灶台呀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。看看我奶家冰箱啊，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，我开了一盒给炖的素汤。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，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炖上吧。完给我妈买鱼买重了，整2条小红人，我说都做上吧，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。我妈还给买馒头，我爷没看明白，昨天吃一个，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。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，像油焖大虾、广西牛腩，这我奶都恨不得1个礼拜吃好几回。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，含了2个放风的，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，不但让我放1粒鸡精的。最后煮点海螺，这一桌就这么地了，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，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。完吃饭，我弟闹铃响了，我寻思怎么的个不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。我扒拉我弟，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，要不咱哥俩今天是快了。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，买了一个冰点，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。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，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。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，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，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。这一晃20多年了，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。我们正回忆的时候，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大年初一呀，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。今天给我奶在家烙饼，本来说昨天吃，但这2天串门串的太勤了，太影响吃剩饭的效率了。今天早上刚把初一的吃完，吃春饼吧，我奶就那么几个菜，青椒肉丝、炒土豆丝儿和嫩炒蛋。但是我奶说了，过年期间必须顿顿有肘子，我又卤个大肘子。但卷饼吧，我就切的片，这等会儿蘸甜面酱一卷，哎呦绝了！完我们同学在家陪老丈人喝酒呢，听说我炖肘子了，他老丈人说别喝了，就求点肘子汤回来。看看啊，这小子说刚喝了1杯，一口饭没吃，穿着睡衣让他老丈人给撵出来了。给我奶做了一锅鲜虾萝卜汤，给我姑炸点淀粉肠和大果子，那给我姑乐的，我感觉除了抱孙子就没有这么高兴的事儿。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怕饼凉了硬了就赶紧打包走了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香辣虾汤、炸肠、大果、嫩蛋。吐司、肘花、茄丝、精肉，正好立春吃春饼凑个热闹，再一个也穿乎穿乎，这2天吃的太顶了。但是我奶呀，一边说我弟刮胡精神，一边闷头往自己盘里夹肉。我发现我们虽然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家人今天吃出来3个类别。我们就是涮点甜面酱的正常春饼，等我奶呢吃的就是熏肉大饼，我姑吃的就属于是一个杂交产品啊，春饼果子。前2天回村里串门去了，这下雪之后的村子可太渴了，就真的感觉山上的空气和城市是不一样的。我甚至感觉这个空气是清甜的，而且山上的雪都是亮晶晶的。我踩的这个地方是山上雪最浅的地方。其实今年雪小，往年雪大的时候跳上去基本就看不着腰子了。要是愿意发呆，就趁有太阳时候躺雪里，啥也不想，就听风声，贼舒服。但是下山的时候我们开错道了，找了个老乡问路，老乡还挺热情，他说你们要不着忙就在我家待会儿，我家那俩羊干起来了，你们猜猜谁赢面大？完看看今天我这几个姨都给做啥好吃的了啊！这一锅是干烤的羊排和苞米，这锅上面蒸点白肉，下面这是我最愿意吃的小笨鸡炖土豆干，这土豆干梗梗啾啾的，可有嚼头了。这还有一条干烤的大鱼，我老姨夫做了个纯农村菜，炸黄豆芽，这玩意儿越嚼越香，比土豆干还香。然后我来，我姨姥爷愿意吃肘子，我昨晚现给炖的，今天连锅给端来了。然后买了2只龙虾，这过年红彤彤的，老头看着多喜庆。我们呢是早上一起上的车，开了不到3个小时，我发现这家伙比我能憋尿啊。我二姨还整不少野菜，我都不认识啥。他说1共2来个菜呢，你们要饿了先出去喝点。看好了，我们就赶紧回来了。我一瞅这桌子上19个菜，我说二姨，你不说20多个吗？要不说我跟我二姨好呢，人一句话就给我讲明白了。他说你们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赶紧给我滚。反正这一桌子除了那点鱼和虾，剩下什么肉啊菜啊都是自己家养的。这毛葱炒鸡蛋也好吃，我吃2碗饭。不知道为啥他冲着毛葱吃着发甜。我再强推一下这个炸黄豆芽啊，真的贼香，这一盘都让我吃了。后来酒过3巡，我小哥性情了，他说喝饮料没感情，但开车了没办法，给大家干一碗肘汤。咱说心里话，我小哥这人能住啊，有汤他他妈真喝呀。
前两天我们同学上我家看足球，但看比赛抻的时间长啊，完就把家里所有能一直热着的锅全掏出来了。先来一个潮汕火锅，熬的牛骨汤当汤底儿。我们同学看着大骨髓就上头了，他说我比划，等会是管稀还是嘴稀？涮的就是肉丸玉螺，沙茶蘸料是前账给的配方，和潮汕火锅店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发现这老小有点东西，花活不少，还有劳保。再来了一锅泥锅涮串，毛肚啊、青菜啊一样穿了点，这泡椒牛肉是最爽，整根泡椒穿的，一咬滋一下。我看我弟穿贡菜的时候还挺熟练，一看就是当年没少给人织毛衣。本来想使砂锅涮来着，但串太长了，就又把养生壶掏出来了。我家这壶啊，除了烧水，别的事他全干了。完那边开始踢，我们也开始吃了。先烤的鹅肝，这个吃了开胃。我弟见这玩意儿就跟吃圆种似的，这鹅肝左边这边全让他吃了，当场扣听啊，直接洗漱去了。我说咱不能这么吃啊，得搭配点健康的呀。整整这来这么一顿火锅烤肉，再配上草莓酸奶，这感觉太得劲儿了。然后借着锅把战斧的牛也烤了。我本来寻思这么多肉，这玩意儿吃不了几口，但是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。看看给骨头啃的，这扔大道上野狗看见都得骂骂咧咧走。然后这个涮串啊，我们今天找到了精髓，就是口味啊可以随喜，但是锅底和蘸料一定要有特别多的花园碎，尤其毛肚啊，裹满蘸料可香了。我们今天还整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真球迷往沙发上一窝，给一把瓜子就够了。你等我们这种伪球迷啊，整3锅没够，吃的比人踢的时间都长。完临了他们又出去买鸡架去了。我爸今天心血来潮要跟我妈过节，说昨天晚上学了一宿那个爱心饼干，我看他这个动作估计是眼睛学了一宿，脑子和手应该是8点多就睡了。我妈回来我看着这个，过了15我可能就是单亲家庭了。但这种菜系我也不行，我就给我同学整来了，他给做个爱心棒蛋糕，我爸说色香味都不错，就是给我们2口子心眼捏的有点小。我们同学一听这话悻悻了，说爷们你歇着吧，今天这席我给你张罗了。我爸一点没客气，借坡就下了，正好跟我妈求戒指去了，说要跟年轻人学浪漫。我们同学一下上态度了，这个叫开放三明治，这是火腿蜜瓜卷，然后他重点给我讲了一下这个，说这个是意大利的求婚面包。我一瞬间有点恍惚了，我说我爸今天如果是要求婚的话，我在这是不是稍显多余了？完，我爸说我妈最愿意吃菠萝咕老肉，他要亲自下厨整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，3个人帮做出来的。后来我寻思这2口子跟我关系都不错，这事我也得上啊。做了个烤肘子，还来了一锅铁锅炖。有事必须得先给锅支上，因为我是浪漫的东北人。来吧，吃香香的，先给仪式感拉满了。我爸还准备了神秘礼物，我感觉我爸有点不甘心只制造浪漫，他吃饭把衣服换回来了。他说我对感情很真诚，但我对本命年也同样尊重。